启禀大人，老夫人已在厢房安置妥当，属下找来当地朴实妇女伺候梳洗换装。可曾有人打听她的来历？回大人，属下已按大人指示，对外宣称老夫人是大人失散多年的远亲，请大人放心。好，老夫人的真实身份，只有本府与公孙先生知晓。时机到了之时，自会告知尔等。在此之前，要绝对保障老夫人的安全。回大人，张龙、赵虎亲自带人守在厢房门口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那张毅如今何在？属下将他安置在庙内暂住，不准他踏出庙门半步。为防走漏消息，也只得暂时如此了。退下。是。大人，老夫人的行止，大人打算如何安排呀？此事太过棘手，先皇宠妃流落民间，却又在20年前传出死讯，这其中必有隐情。故而，本府将她接回庙中，待问明原委之后，再做定夺。老夫人，大人和公孙先生来看望您了。你们守在门外，不得让任何人惊扰。是。包拯叩见娘娘。免了，坐吧。谢娘娘。20年了，哀家几乎已经忘记打扮光鲜洁净是个什么样子。娘娘委屈。不，为了等候今天，再多的委屈，哀家也心甘情愿。娘娘身份特殊，为防走漏消息，增添无谓的困扰，包拯自作主张，将娘娘接至庙中，并以老夫人相称。权宜之计，还请娘娘不罪。你处事谨慎周到，哀家又怎么会怪罪于你呢？此事的确必须隐秘，甚至当你将全盘往事了解之后，哀家还在担心你敢不敢接这个案子呢？娘娘何出此言？只因哀家的冤案牵扯到2位当今最为显贵的人。是哪2位？一位是当今的柳太后。娘娘不是说太后昔日与娘娘情同姐妹，此案又怎会与她有关？情同姐妹，哀家落得如此地步，全都是拜她所赐，被她所害。当年，哀家的预产期比她早，临盆之际，先皇来到玉成宫探视。爱妃啊，太子就在爱妃的腹中，就看他打算什么时候出来了。皇上怎么又来了？现在是男是女还不知道呢。皇上怎能肯定一定是男婴呢？错不了，产期就在这几天，朕有十足的把握。是啊，一定是位太子。如果明日出生，可就和八王爷同月同日生辰了。哦，哎，
哎呀，朕差点忘了，明儿个正是玉帝的寿辰呐。真巧，若是能和八贤王一样的生辰，那日后肯定和八贤王一样贤德。但愿如此啊。陈琳，奴婢在。去玉果园采些应时果品，与八贤王送去。奴婢遵旨。爱妃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在临盆期间，臣妾有点心慌。没关系，头一胎嘛，总是在所难免，别担心。首席产婆早已准备妥当，随时会进来的。爱妃，你怎么了，爱妃？爱妃，爱妃，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快生了，快来人啊！找产婆进来，快找产婆进来！是。爱妃，别慌。再使点劲。再用力。使劲儿。但不知娘娘当年所生，是男是女？不论是男是女，等哀家醒来以后，出生的婴儿就变成了不知名的怪物。此话怎讲？郭槐与产婆有事勾结，趁乱将婴儿以剥去皮的狸猫调换。先皇得知，一怒之下，将哀家打入冷宫。其实这一切，全是刘妃在暗中指使。娘娘，可否容学生冒昧一问？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当时娘娘力请昏厥，怎知使郭槐与尤氏勾结？又怎知全是刘太后暗中指使啊？公孙先生问得好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7年以后，陈琳来到了冷宫，将刘妃的阴谋一一揭发。哀家那个时候才知道，自己产下的真是个男婴。陈总管虽是先皇驾前的首领太监，却又怎会知晓如此隐秘之事？当日陈琳去玉果园，在返回的途中，巧遇金华宫的宫女寇珠。陈公公，陈公公，寇珠，你这么鬼鬼祟祟的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请公公救命！救命？救谁的命啊？救你？不，救他！这是哪儿来的婴儿？是你娘娘方才生的太子。你怎么把太子给偷出来了？是郭槐郭总管勾结产婆，用死狸猫把太子换出来，要扣住。求公公救太子一命！公公救命啊！郭槐把太子换出来干什么？
他要扣猪，把太子掐死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啊！这种事他也敢做？就是抄家灭族也不足以赎罪呀！郭总管是受了刘娘娘的旨意。住口！你好大的胆子啊！你是金华宫的宫女，刘娘娘是你的主子，你竟敢造这种谣？不是扣猪造谣，刘娘娘亲口交代扣猪要听郭总管的调派，的确是娘娘的旨意啊。刘娘娘和李娘娘情同姐妹，怎么会？难道是为了争夺正宫娘娘之位？李娘娘产下了太子，皇上就要封她为皇后？一定是这个缘故。公公，你快把太子带出宫去，如果被郭总管发现，恐怕我们都得赔上性命啊！不错，干下这种大逆不道的事，一定会杀人灭口。可是我能把太子带到哪儿去呢？哪儿都行，只要出了宫，先保住太子的命再说。口珠，你是刘娘娘的心腹，否则她不会让你参与这种事。可你为什么要背叛她呢？公公，扣珠虽然只是个下人，可是还懂得道理。太子是皇上的亲骨肉，大宋朝未来的君主。只要是大宋子民，人人都该拼着性命地保护他。再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不能让他成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呢。扣珠，你这丫头的忠义之心，更显得郭槐和刘娘娘的卑鄙险恶。你放心，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也要把太子安安全全地送出宫去。多谢公公成全，多谢公公成全。不，身为人臣，这也是我该尽的本分。要多加小心呐！是。竟有这种事，这不仅是耸人听闻，简直是匪夷所思啊！若说出去，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。不对，那陈琳既然将婴儿送出宫去，想必有个去处。娘娘应当不会不知。不错。哀家知道他在何处。娘娘，陈琳带他去了南清宫。南清宫是八王爷的府邸，难道说八王爷也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？不仅如此。八王爷还把他带到自己府邸，与其他皇子一起抚养。娘娘适才言道，此案涉及2位当朝显赫，这第2位，莫非就是当今皇上？而当年襁褓中的婴儿，也就是如今的大宋皇帝。正是。好一位贤德忠心的八贤！大人，难道当今皇上不是刘太后所生？因果报应。在哀家被打入冷宫以后，他虽然也生了一名男婴，并封为东宫太子，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正宫之位。不幸的是，太子6岁时得病身亡，终究还是落了一场空。先皇伤心之余，从此沉溺于道家之学。
并由父王皇子之中遴选太子。八王爷便是趁此时机，将先皇亲子送入宫中，保住了先皇血脉。然而，当时八王爷因何不向先皇禀告此事呢？后宫权力倾轧，自古皆然。当时若是揭发此事，非但难以取证，甚或危及太子性命。八王爷隐忍不报，也是情非得已。包大人不必介怀，对八贤王，哀家感激还来不及，又怎么会责怪于他呢？只是，却让娘娘平白承受了30年的冤屈气。不，得知皇儿安然无恙，哀家已心满意足。既然八王爷要隐瞒此事，那为何陈总管却在7年之后去冷宫禀告娘娘呢？皇儿7岁进宫时，意外闯进冷宫，哀家见他与自己被换走的孩子一般年纪，也许是母子天性吧。哀家就将先皇所赐的玉佩转赠于他。八贤王见玉佩心生不忍，所以才命陈琳前来传话。娘娘，有人看您来了。冷宫静殿，又有谁会来看我？回娘娘，是奴婢陈琳。是皇上派你来的？我真是痴人说梦话。我打入冷宫已经7年，皇上从来没有来过这里，他怎么会派你来看我呢？娘娘受的委屈，奴婢全知道的。你怎么会知道？连我自己都渐渐相信，当年生下的是个怪物。娘娘生的是一位皇子，是皇上的嫡亲血脉呀。你说什么？7年来，小皇子一直在八王爷府邸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八王爷谎称是自己亲生，而且蒙圣上钦点为东宫太子啊！东宫太子？你是说，日前误闯冷宫的那位太子，是本宫的亲生骨肉？正是啊！八王爷唯恐小太子被奸人所害，因此隐瞒至今。娘娘赠给太子的玉佩，八王爷看到了，未免娘娘担心，才要奴婢前来禀告娘娘啊。果真。
竟安然无恙。娘娘，八王爷特别交代，此事切莫声张。若要被奸人得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是谁？是谁如此心狠手辣，连八王爷都如此顾忌？皇上潜心修道，不理俗事。如今宫中大权在谁手中，想必娘娘清楚。是他。是他。是刘妃。正是她呀！刘娘娘觊觎正宫娘娘大位，才指使郭槐定下这狸猫换太子的阴谋啊！我和她情同姐妹，情同姐妹，她怎么会如此心狠呢？唉，权势诱人呐！如今她也得偿夙愿，成了当今皇后了。不，我不能放过她！你去告诉皇上，就说本宫要见他。快去告诉皇上！不可能啊，这不可能的呀！皇上因为娘娘生下了怪物，一直耿耿于怀，而且狸猫换太子一事难提证据，倘若声张出去，反倒让刘娘娘有了警觉，反而对娘娘和小太子都不利呀。难道就由任他上下其手，为所欲为吗？要忍，八王爷一再嘱咐要娘娘忍耐，他会寻个适当的时机揭发此事，千万不要因一时冲动，反而招祸呀！为了确保皇儿平安，哀家也只好忍耐，只好每天夜里焚香祝祷，祈祷上苍保佑皇儿，盼他不受伤害。既然如此，娘娘又怎会诈死，逃出宫去？又怎会隐姓埋名，长达20年呢？不错，皇宫内院门禁森严，冷宫更是严禁外人进出。当年太子年纪幼小，或和侥幸闯入，娘娘却是断无逃出之路。机缘凑巧，也就是那刘妃心怀鬼胎，她恨不得将哀家除之而后快。不知在哪里听到了消息，竟然向先皇诬告我，说哀家每天黑夜焚香，是诅咒先皇。岂有此理！他竟敢诅咒于朕！皇上请息怒，你娘娘这么做只是一时想不开，臣妾相信她也不是真的那么怨恨皇上。生下妖孽，朕没有赐他死，他反倒怨恨起朕来了。启禀皇上，李娘娘生性温顺，不会怀此恶毒心肠，还请皇上圣察呀。陈总管，他若不是诅咒皇上，那他为什么要半夜3更的烧香呢？陈立，奴婢在。传朕口谕，此地非7尺白绫，要他自尽谢罪。皇
皇上，还请皇上三思啊！皇上，您就原谅他这一回吧。不行，朕意已决。陈琳，你是首领太监，这件事就由你去奉旨执行。皇上，大胆！你敢抗旨不遵？奴婢不敢，奴婢遵旨。郭淮，奴婢在。你是后宫太监总管，你听着，1个时辰之后，去冷宫验明正身。奴婢遵旨。先皇既然下旨赐死，娘娘又怎会逃过此劫？提起此事，也实在令人心酸。除了陈琳之外，冷宫总管秦凤也是个忠心之人。正当他们2人在无计搭救之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？娘娘，时辰紧迫，娘娘若不立刻逃出宫去，就性命难保。是啊，怎么逃？宫中禁地，守卫何等森严，逃不掉的。算了，我会有机会的。娘娘请放宽心，奴婢有法子让娘娘逃出宫去。就算如此，郭淮不见尸首，岂肯罢休啊？一旦禀明皇上，究竟还是会被追回来的。回娘娘，有尸首。这话怎么讲？奴婢已安排好了替死之人。替死？是。于中，奴婢于中叩见娘娘。秦凤，他是？回娘娘，于中是冷宫的小太监。奴婢自他9岁进宫，便一直带在身边，由他替死，就有了尸首。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可是郭淮奉旨验明正身，又岂会认不出来？由他替死，不是白白赔上一条性命吗？这没有用的。不，郭淮认不出来。他怎么会认不出来呢？娘娘或许从未见过人一死之后的情形，奴婢在宫中多年，却见过不少案例，吊颈而亡，大多数面呈青紫，颜容扭曲。若不仔细辨认，是很难分辨原来容貌。可是郭淮他要是仔细辨认怎么办呢？那郭淮心怀鬼胎，问心有愧，谅他也不敢正眼去看。娘娘，奴婢相信，这一定能瞒过郭淮的。不，就算郭淮认不出来，本宫也不能为了自己活命，而让于中去替我死啊！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利，让他做这样的牺牲。启禀娘娘，奴婢是自愿替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奴婢自幼进宫，追随秦总管，学到了不少忠义的道理，能为娘娘替死是奴婢的福气，奴婢心甘情愿。不，本宫不同意。请娘娘成全奴婢的一片忠心。让你替死，固然可以让你得到全忠，可是本宫却成了不义之人，本宫万万不能同意。娘娘，娘娘，请娘娘和于中互换衣服。奴婢在城外已安排好了人接应，再迟，郭淮一到，就来不及了。
请娘娘为太子殿下着想啊！我娘娘奉旨归天，太子殿下恐怕永远不会知道娘娘是他的亲生之母啊！娘娘，你怎么又能忍心让太子殿下认贼作母，终其一生呢？只要留得性命在，终有一天，太子殿下和娘娘能够母子团圆。届时，非但能洗刷娘娘的冤屈，更能让这是非黑白、善恶对错昭然于世啊！请娘娘成全。本宫深受你们一片忠心。谢娘娘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女主！无论是于中，还是秦凤、陈琳，他们都是哀家生命中的贵人。若无他们帮助，哀家恐怕早已命丧九泉。娘娘，既然那秦凤替娘娘安排了接应之人，又怎会让娘娘流落至此，饱受穷困苦难呢？也是造化弄人。秦凤的确派人接应了哀家，而那个人在接应哀家前往避难之所的途中，不幸染病身亡。哀家举目无亲，四处游荡，寒蝉用尽，只好乞讨为生。那个张毅原本是个小乞儿，哀家将他收为义子，相依为命。如今他已长大成人，以卖菜为生，奉养哀家。日子过得虽然清苦，但也能够勉强度日。抱歉，臣在。如今你已经明了了此事的来龙去脉，哀家的冤案，你可还敢接？回娘娘，如今已无关乎敢或不敢。包拯身为人臣，却图令太妃娘娘蒙冤受屈，一事不忠。如今包拯定当竭尽心力，为太妃娘娘平反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林娘娘，事关重大，不可不慎。为求掩人耳目，请娘娘全充包拯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，也好名正言顺同返京城。恳请娘娘恩准。一切就依你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学生敢问，娘娘的双目是如何失明的？哀家也不清楚，不知什么时候就看不见了。可否让学生替娘娘看看？哦，公孙先生还能治病？公孙先生精通岐黄之术，或可查出些端倪。既然如此，就有劳公孙先生看看吧。公孙先生情形如何？大人，老夫人是因为念子心切，终日以泪洗面，导致哭瞎了双眼。可有复明之计？拖延时日过久，恐怕难下定论。学生尽力而为。
大人如今作何打算？此案牵涉太广，一时尚难有对策。然而无论如何，都必须尽快回京，以免夜长梦多。王朝马汉在，准备一顶软轿为老夫人带路，一旦准备妥当，立刻启程回京。是。大人，张毅可要随行？不，他若随行，恐会起人疑窦，让他留在庙中，不得对外声张。是。展大侠到，有请。是。南侠展昭亲临献空岛，卢某未曾远迎，还望展大侠休要见怪。詹某不请自来。 失礼之处，还请庄主海涵。好说好说，来，请坐。庄主请。请。詹某今天的来意，庄主想必心知肚明吧？不错。请恕詹某直言，詹某与吴蜀无仇无怨。 纵有冤仇，也应该依江湖规矩，而不该惊动官府。更何况是皇宫大内。不知卢庄主对此有何说法？展大侠应该心中有数，我弟这么做就是为了“御猫”二字。御猫二字对詹某毫无意义，对吴蜀兄弟更无不敬之心，还请诸位明鉴。 可我们五弟却不这么想。白兄可以对展某不满，却不应该惹上官家。五弟的行事的确有些莽撞了，但我卢某兄弟五人同声一气，自当力挺。展大侠若有所责怪的话，我们兄弟共同承担。吴蜀兄弟重情重义，江湖皆知。 正因如此，展某更望此番前来能够善了，还请庄主大度，赐还皇上玉佩。展某衷心感谢。展大侠，献空岛吴蜀无心与展大侠为敌，更无意招惹官家，只是事已至此，彼此还少不得一番较量啊。庄主此举又有何意？ 比武驾祭点到为止，这3弟4弟均已败在展大侠手中，只要能将我们五兄弟一一击败，卢某天为吴蜀之首，自可做主，将玉佩奉还。倘若败的是展某呢？五弟争的不过是一口气，届时江湖朋友自然会知晓，到时。 玉佩仍交展大侠带回，展大侠，你以为如何呀？既然如此，恭敬不如从命。
庄主要比的是这木桩刃。不错。卢某自认在轻身功夫上稍有专攻，就向展大侠请教轻功了。啊！钻天鼠一身轻功独步江湖，展某有幸得以见识，可不知道要如何比法。你我二人分居庄头，相互追逐，以先落地者为败。倘若僵持不下，岂非胜负难分？那倒容易，我们燃香为祭，一炷香之内若不分胜负，展大侠恐怕不能视为过关。展某明白了。不过，这木桩我浸淫多年，怕是对展大侠有所不公啊。无妨，展某尽力就是。哦，不愧是南侠展昭，三弟四弟，燃香。是。庄主，请。请。展大侠身手不错，庄主也不差。注意了！展大侠，没有时间了，庄主请留神，要好计策。好腿！卢庄主，承让。卢某输的是心服口服。强出头不服输，自寻烦恼，天外有天比你高。大富贵比不上身体好，无忧无虑品尝心到老。看得透想得开，别爱计较，狂风大量开口笑。我朋友要比多仇人好，让人一步世界大多了。真心好，久了总会被看到，不需要急着让别人知道。重承诺，重感情，友谊才是宝。
傻瓜，胭脂过早，人会好心有好报。人生有什么才不算少？自己快乐满意就好，自己快乐满意就好。